古代商人明明能让一个地方更有钱更热闹，可历朝历代的皇帝偏偏要压着商人，一压就是2000年。很多人以为这是皇帝目光短浅，不懂经济。真相恰恰相反，皇帝不是看不懂商人有多能赚钱，是他看得太透，透到知道一个商人真做大了，最后动摇的可能就是王朝最在意的根基。今天强叔就带你拆开重农抑商这4个字，看看朝廷为什么宁可穷一点也要死死按住商人。欢迎来到强叔的频道，喜欢这种硬核历史内容记得订阅强叔。你以为这只是古代的事，其实换个壳，今天也不陌生。好，我们从一个想发财的古代商人说起，把你放进去。假设你是古代一个脑子活又敢拼的商人，你低买高卖，走南闯北，几年下来，手里攒下了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你觉得自己是在给这个世道做贡献。南方的米你运到北方，北方的盐你贩到南方，哪里缺什么你就补什么。你以为凭这份本事，你早该是这世道里最体面的人。可现实是，在古代，你的身份排在最末，读书人最高，然后是种地的农民，再是做工的匠人。在很多朝代的观念里，商人常常排在最末，有的朝代还专门立规矩，商人不许穿丝绸，不许坐车，要交比别人重得多的税。你有的是钱，却换不来相应的体面。你慢慢发现，这不是哪个人看你不顺眼，是这套规矩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这种人站到台前。先说清楚，朝廷为什么这么忌惮你？古代的国家是靠土地立国的，钱粮从地里收，当兵的从农户里出，所以皇帝最怕的不是没有商人，是种地的农民一个一个失去了自己的土地。农民有地，他就老老实实交税，服役是朝廷的根基；农民没地，他就变成流民，是随时会炸的火药。那你猜，谁最有本事把农民的地一点点吃下去？恰恰就是手里攥着大把现钱的你。再说一件很多人没往深里想的事，就说一场灾荒，某地闹饥荒，粮价一天翻1倍，你作为商人嗅到了机会，把粮食一车一车运进灾区。听上去你是去救命的，可灾民早就一贫如洗，根本买不起你的高价粮。这时候你眼睛一亮，他们没钱，可他们有地呀。于是你一手放粮，一手收地契，一场灾熬过去，灾民是活下来一部分，可他们的地大半进了你的口袋。你觉得自己又赚了钱又救了人，两全其美。可在朝廷眼里，这是一幅什么画面？一个商人趁着天灾，把半个县的田悄无声息地吞进了自己名下，还顺手给朝廷制造出一大群没有土地、随时会闹事的流民。你看，在你眼里这是生意，在皇帝眼里这是有人在拆他的江山。那些农民脚下的地，从灾年的第1天起就已经被算进了别人的账本里。而商人套住普通人的办法还不止抢地这一种。再说一个你可能没往这上面想过的，假设有2个村子挨得很近，一个村子土好，适合种粮，另一个村子地宜药材，种药最划算。本来2个村子各种各的，粮和药都自己留一点，换一点，日子也过得去。你这个商人来了，一眼看出门道，你跟他们说，别2样都种了，费力不讨好。种粮的专心种粮，种药的专心种药，多出来的我来回贩，你们都能多赚。头几年真见效，2个村子的产出都涨了，日子也松快了不少。看上去是你用一门生意把大家的效率都提了上去。可你忘了一件事，古代没有天气预报，没有保险，更没有谁来给穷人兜底。到了某一年，种药材那个村子赶上一场灾，药材几乎绝收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年他们早就不种粮了，手里既没药也没粮，他们只能来找你。你不会白给，你借粮借钱给他们，先把这1年熬过去。
可从这一年起，他们每年多打出来的那点东西，都得先拿来还你的债，还完一年又欠一年。你看，商人不是不能让日子变好，是在古代那种没人管、风险又高、农民连一点退路都没有的世道里，你越会算账，普通人就越容易被你这门生意一步一步拴死。真正让商人后背发凉的，不是朝廷看不起你，是朝廷一旦决定动手，你的钱就不再是你的钱，他有的是办法让你辛苦半辈子攒下的家底一夜清零。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，他打了几十年仗，把国库打得快见底，缺钱缺到极点，他怎么办？第一招叫盐铁官营。盐和铁是当时最暴利又家家离不开的两样东西。皇帝大手一挥，这两门生意从今往后只许国家做。第二招更狠，叫算民告民。朝廷下令商人的家产统统登记，按身家重税。你要是敢瞒报、敢藏钱呢，朝廷就鼓励所有人去告发你，谁告发，谁就能分走你被没收家产的一半。一时间，无数富商被自己的伙计、邻居、亲戚告上去，家产充公，人也跟着完了。你辛苦半辈子攒下的万贯家财，可能就因为一句举报，几天之内全没了。这就是古代一个商人真正的天花板。你能富可敌国，但只要皇帝想，你随时可以一无所有。这种打压不是哪个皇帝一时心血来潮，早在战国，商鞅在秦国变法就把话说死了。打仗才是正业，经商是末业，要压。那以后，重农抑商这4个字被一代代王朝接力按了2000年，有的朝代甚至连商人的子弟都不许去考科举、做官。为什么防得这么严？因为朝廷想得很远，你今天有钱，明天就可能花钱，供一批人去做官。等朝堂上慢慢站满了你的人，你会不会让他们替你把盐铁的口子开一道？会不会让他们把买地的限制悄悄给你解开？会不会让全国最赚钱的那门生意，最后都只许你一个人做？朝廷怕的从来不是你赚钱，是你有了钱会去买权，有了权会回头改规矩。一个能改规矩的商人就不再是商人了，他就不只是商人，而是一个能影响规则的人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朝廷为什么死死压着商人？一压就是2000年，不是因为皇帝蠢，不懂商业能让人富，是因为他看得太透。一个商人做大了，会买地，会趁灾套牢农民，会用钱买通官场，到最后动摇的是整座江山的根。重农抑商从来不是一时的偏见，是皇帝权衡来权衡去，觉得利大于弊的那个选择。古往今来，没有新鲜事。当一种力量大到能反过来绑架规则的时候，规则迟早会回过头。这件事古代在上演，今天换了身衣服，很多人也未必陌生。最后，强叔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就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皇帝，你会放开手，让商人去拼出一个更有钱，但也更难控制的天下，还是宁可慢一点、穷一点，也要把他们死死按住，换一个稳？你选哪一个？评论区告诉强叔。喜欢这种硬核历史内容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接着拆。